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自助家 Emily。你跟我一样有重度的选择障碍，找好了国家，但却不知道去哪一个城市吗？那我们今天这支影片就是要帮助你做出选择，希望在看完影片后的你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城市哦。好消息！自助家独家合作的 Travel DIY eSIM 方案，不用换卡，不用跑门市，购买最后15分钟就可以拿到你的 QR code， 扫一下就可以联网，是不是方便又快速呢？看到这支影片的同学，只要输入上面的优惠码 YTDIY20， 就能立即享有优惠哦。如果你是透过自助家报名的学生，可以享有 eSIM 的5折优惠，是不是超级划算？链接的部分呢，我们放在下方的资讯栏，有需要的就可以点击进去哦。那么今天这支影片会来跟大家介绍纽西兰的热门游学城市。那么我们会以学生最常考量到的生活消费、治安、交通便利性、天气，还有华人比例去做分析。那在这支影片开始前，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，有可能会有城市没有办法100%符合你的要求，所以你可以在心目中先排行一下，哪个对你来说是最重要的，而哪一个是可以做取舍的呢？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那我们今天会提到的纽西兰热门游学城市有奥克兰、基督城，还有皇后镇。我们可以先看一下纽西兰的地图，纽西兰分为北岛及南岛。那刚好我们今天介绍的一个城市就是在北岛，另外2个城市在南岛。那目前从台湾直飞的飞机只有到北岛，所以如果要去南岛的话，必须搭乘渡轮或者是乘坐飞机才可以哦。奥克兰是位于北岛的最大城，也是整个纽西兰最大最热门的城市。这里是全世界最热衷于户外运动的城市，在这里你动不动就可以看到一台车后面拖着一艘船，或者一台露营车。奥克兰本身是一个港口城市，在这里交通便利，而且有许多高楼大厦，许多知名品牌也会选择在奥克兰设点哦。但是如果你是非常喜欢大都会、国际城市感的学生，你可能会觉得奥克兰有一点无聊哦。毕竟纽西兰依然是那个淳朴未开发的大自然国家。还有一点很特别的是，奥克兰是全世界第一个跨年的城市哦。基督城位于南岛的中部，是南岛的最大城市。这里少了一些城市里面的喧嚣，整体的步调稍微慢一点，整个城市都非常的平，地广路宽，每一间店都非常大间。在城市里面有很多花园绿地，所以基督城也被称为纽西兰的花园城市。虽然这里没有像奥克兰那么繁华拥挤，但是还是有很多好吃好逛的哦。皇后镇位于南岛的中南部，是一个被群山环绕的湖边观光小镇。在平日里，皇后镇是一个步调慢、优美的小镇，但周末又会摇身一变变成夜生活丰富的不夜城。而且皇后镇是距离纽西兰最知名的景点米佛峡湾最近的城市哦。而且到了冬天，这边还会下雪，雪山缭绕的小镇非常美丽。同时，这边也是世界知名的滑雪胜地哦。那在出发前，你也可以整理一下自己想要去的景点，大概分布在哪边，会更好帮助你做出选择哦。那我们已经介绍完各个城市的特色了，接下来我们就以各位最常见的筛选条件、航班资讯、生活消费、治安、交通便利性、天气、华人比例来做选择吧。航班资讯，目前从桃园国际机场出发到奥克兰有直飞的航班，大概是11个小时。但如果你是要去南岛的基督城或皇后镇，都必须在奥克兰转机才可以抵达。那转机的机票来回大约是8000元台币左右。如果你最考虑的是生活消费的话，那第一个首选你可以选择基督城。基督城位于南岛，住宿、物价还有伙食方面都会比其他城市再低一些。那如果你比较喜欢城市一点的感觉，也可以选择奥克兰。而相较于前面2个城市，皇后镇则是物价最贵的城市。除了它位于物资较匮乏的南岛之外，本身它是一个观光城市，所以它依然是逃不过各种物价的哄抬呀。另外提醒一下大家，在纽西兰念语言学校是可以打工的哦。只要念语言学校超过3个月的时间，每周就可以合法打工25小时。所以在课余时间，你还是可以打工来补贴花费的哦。治安，当然治安一定是非常多人的首选因素之一。但本身纽西兰就是拥有着全世界最安全、人民最亲切的国家，所以在这边我会推荐奥克兰、基督城还有皇后镇都是非常适合游学的城市哦。但如果真的要比较的话，皇后镇可能还是会出现一些小偷小抢，毕竟它是观光城市，所以随时留意自己身边的贵重物品是非常重要的哦。但在这边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，无论是多安全的国家，都有可能会发生危险的事情。所以保护自己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哦，尽量不要去做一些高风险的事情，例如说晚上8点之后单独一个人走在路上，进人多的地方的时候，尽量不要带太贵重或者是太招摇的衣服或者是饰品，随时留意身边的人事物是非常重要的哦。交通便利性。交通便利性也是很多学生在第一次游学的时候会考量的重要因素。那如果你有这样子的考量，你可以优先选择奥克兰或者是基督城游学。这2个城市大多以公车、火车或者是渡轮为重要交通工具，但是因为这2个城市都非常的大，占地非常广，所以坐公车或者是通勤有可能会需要转车，那走路15分钟左右都是非常正常的哦。
但其实对纽西兰当地人来说，他们最仰赖的交通工具是自驾。除了方便之外，那也是因为非常多纽西兰当地最梦幻、最漂亮的景点都是必须开车抵达。所以我在这里会非常推荐，如果你是在台湾也有驾照的同学，不妨去换个国际驾照，再前往纽西兰。谁也不知道出国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，毕竟世界还很大，等着你去探索哦。天气，纽西兰这3个城市的天气变化可说是天壤之别，但是在不同的季节都有适合游学的城市哦。如果说到1年4季都非常适合游学的，那就是基督城。基督城本身天气温和稳定，降雨量较少，日照非常长，是个1年4季都非常适合游学的城市哦。那如果说到夏天的话，最推荐的就会是奥克兰。奥克兰的夏天非常舒适，日照长，到了晚上比较偏凉爽，但是到了冬天降雨量就会变比较高，甚至有时候会下冰雹哦。那如果你不怕冷的话，冬夏天都非常适合拜访皇后镇哦。皇后镇降雨量少，夏天也是偏凉爽天气，躺在草地上或者是坐在湖边发呆，都是皇后镇的日常哦。到了冬天，这里更是会下厚厚的雪，同时这里也是全世界知名的滑雪胜地哦。华人比例，那在谈到华人比例之前 ，Emily 要先提醒一下各位，华人人口占了全世界至少20%的人口，所以其实要找到完全没有华人的城市是非常困难的。但在一些国家的小城市，的确可以把华人比例压到非常低。那相对来说，这些城市可能会完全没有中餐厅或者是亚洲超市，这对大部分的国际学生来说都是非常不方便的哦。那以上面这3个城市来说，华人比例最少的城市是皇后镇，毕竟这也是观光小镇，比较少会有华人长居于此。那如果你还是想要去一些比较城市、比较有一些亚洲超市的地方，那会推荐基督城。综合评估懒人包。我们现在介绍完了所有的纽西兰热门游学城市，那我们以下做了一个表格来比较各个城市的航班资讯、生活消费、治安、交通便利性、天气，还有华人比例。想要做记录的小伙伴，记得按下暂停或者是截图哦。那说了这么多，你还是做不出最后的选择吗？那欢迎到自助家游学网留资料，我们专业的顾问会联络你做1对1的咨询。希望最后你可以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游学城市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喜欢我们的话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那我们下次再见喽，拜拜。